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翻嚟 EY 學堂。近期咧通脹就有所回落啦。大家咧亦都預計咧美國將會喺2024年減息添。但係咧 IMF 咧最近有一份報告咧分析咗過去100次嘅全球通脹啊。裏邊咧得出一啲結論咧，似乎提出一個預警咧，就係通脹有可能會反彈回升嘅。係啦，今日經濟解釋咧就係問通脹會否反彈咧？咁就自1970年代以嚟咧100次嘅通脹嘅形態分析㗎。今次咧係根據 IMF 嘅一份報告啊，對通脹嘅分析㗎。就大家如果年紀稍長咧，就應該記得1980年代咧曾經試過一次咧 Paul Volcker 大幅加息啊。自從咧1980年代以嚟咧利率大幅上升啊，高通脹之後咧就一路低息，低通脹咧去到2022年咧先至出現咧歐美快速加息。但係咧過咗約莫年幾嘅時間咧，似乎歐美嘅通脹率咧都開始回落啦。歐美好多地方嘅整體通脹率咧已經由去年10% 一路減到咧係5% 都唔到啊！而家美國係3點幾啦。唔少分析咧都預測2024年嘅通脹率咧係會繼續下降嘅。但係咧 IMF 嘅2位研究員咧就發表咗一份關於過去100次通脹嘅形態分析。我哋認為咧而家慶祝成功擊退通脹咧言之尚早噶。大家如果有興趣睇咧全份報告咧，大家可以喺呢一個網址下載啊。2位嘅作者咧，我簡稱叫 Andy and Matt 啦。2023年嘅一份報告嘅 Study of 100 Inflation Shocks since the 1970s provides valuable pointers for policymakers today。第一個結論咧就係話咧，過去100次嘅通脹咧，其實都唔會好短時間咧就平靜落嚟噶。延續嘅時間咧係以年計噶，並唔係以月計噶。所以呢個歷史嘅教訓咧係話俾我哋聽咧，對抗通脹咧真係唔可以心急噶。譬如咧佢喺100次嘅通脹嘅分析之中咧，發現咧有40%嘅通脹咧喺5年之後都仍然未解決噶。至於咧餘下嘅60%咧，平均都需要3年嘅時間咧，先至能夠將通脹咧恢復到衝擊嚟之前嘅水平噶。大家睇下呢一幅圖啊，咧就係1年就已經擊退嘅咧，其實咧係1成多嘅啫。平均數咧就約莫要3年啦。有好多咧係一沉不起啊，一路都解決唔到添噶。所以其實2022年到而家咧都係2年嘅時間到啊。所以都未到100次分析裏邊嘅平均數噶。所以如果我哋今次真係能夠2年就擊退通脹咧，都可以話咧係低於過去嘅平均數值噶啦。就係第2個發現啦，就係通脹咧係經常都會捲土重來噶。所以咧歷史咧係教訓我哋咧唔好過早咧去慶功慶祝戰勝通脹，以為咧通脹擊退咯，就可以放鬆咧呢個緊縮嘅政策啊。作者認為咧過去就係多次咧都因為過早慶祝戰勝通脹而放鬆緊縮政策咧出現嘅錯誤噶。呢個咧正正係因為咧通脹經常都出現咧捲土重來嘅形態噶。尤其是咧係以1973年石油危機呢幅圖咧就係分析咗當時丹麥啦、法國啦、希臘啦同埋美國咧都因為過早放鬆緊縮政策咧而出現通脹嘅捲土重來噶。呢幅圖叫 premature celebrations 你會見到咧，如果以虛線1973年為嗰個時間 T 咧，你見到咧前邊譬如美國為例都係見到通脹回落到4% 以下啦。跟住一放鬆咧就反彈飆升衝到上去咧11% 左右噶。然之後咧再過多約莫3年咧先至回落去到約莫6%。
其他咧，法國啊、丹麥同埋希臘咧都有類似嘅形態咧，就係回落少少，放鬆，跟住彈翻上嚟。咁啊，呢個咧就係作者所講嘅通脹反彈啦。咁而呢一個分析咧，就唔單止係一份研究報告嘅結論嚟啦。大家唔知仲有冇印象啦嚇？喺去年啊，2023年咧3月31號咧，咁我有一條短片啊，叫做尋找通脹的真正原因㗎。咁啊，大家未睇咧，可以喺以下嘅連結重溫㗎。咁喺短片嘅後半部咧，我就引述咗啊 Daly and Chankova 2021年啊嘅一份研究㗎。報告咧就係就住疫症同埋戰爭所引發嘅通脹分析。圖表咧就係顯示咗過去12次戰爭對於通脹嘅影響咧，比起疫症對通脹嘅影響咧，要嚟得更加大㗎。咁更加咧係出現啦中位數咧係達到咧9%幅度咧，同今次美國嘅通脹率差唔多係嘛？咁啊，而且咧最重要嘅分析結論咧就係呢一句啦嚇。佢將佢翻譯咗咧，就係話咧，戰後仍然有一段較長嘅時間會喺高通脹嘅時期啊，差唔多咧需要長達4年嘅時間咧，先至完全回落到戰前嘅通脹水平噶。咁所以如果大家重溫呢個短片咧，你會見到嗰兩幅圖咧係呈現啊，就同IMF 兩位分析員嘅圖表好相似嘅 W 型啊，就係會咧落咗一陣咧又反彈噶。咁嘅原因咧就係文中提出啊，戰爭會令到總需求上升啊。咁啊，戰爭咧摧毀咗實物嘅資本啊，推動咧投資同埋利率走高。戰後咧就仍然有高通脹嘅一段時間咧，就係因為啊戰爭復原嘅因素啦。咁所以呢個分析咧就發現啊，戰爭引發嘅高通脹咧，延續嘅時間咧係較長噶，而且戰後咧亦都有可能出現咧通脹回升嘅現象。呢個咧可以話咧同 IMF 嘅報告咧係不謀而合啦。而今次啊，我哋睇通脹受控嘅情況啊，經濟但係仍然都係相當疲弱，咁所以 IMF 嘅兩位研究員咧就發現啦，一定要咧將通脹控制落嚟咧，先至能夠有高嘅經濟增長同埋降低失業率㗎。因為咧通脹要得到控制咧，就業機會先至會重新創造出嚟啊，個信心啊同埋投資咧先至會咧再帶動經濟有更高嘅增長㗎。咁啊，兩位作者咧就係研究分析發現咧，相比之下咧，如果你讓嗰個通脹持續一路存在嘅話咧，佢就會令到宏觀經濟咧出現一個唔穩定同埋一個低效率嘅成本啊。因為大家都怕過多幾個月物價飛漲，所以咧對投資啊、對於回報率嘅要求啊、請人啊、消費啊等等嘅經濟基本基調咧，都會帶嚟咧長時間嘅影響啦。咁呢啲成本咧，亦都會隨住通脹嘅持續咧，而一路累積噶。咁啊，今次亦都咧，好似1973年咁樣啦，係戰爭同地區衝突所造成嘅通脹啊。所以咧，係裏邊有好多人為嘅因素噶。咁啊，上一集我哋有介紹過啦，當世界現時進入兩大陣營嘅脫歐啊 decoupling 啊，咁啊製造咗更多地區衝突嘅可能性啊。咁啊，如果兩大陣營咧製造更多嘅地區衝突咧，有可能又再推高通脹率。咁呢個咧喺2024年咧係一個相當可能發生嘅情況嚟噶。咁所以通脹率反彈回升咧，似乎咧都係有可能嘅，更加咧可能會俾人利用咧作為decoupling嘅一種工具添噶。咁啊，當然啦，1970年代咧，由於石油供應咧高度依賴中東啊嘛，當時戰爭咧就導致石油禁運啊，咁所以生產成本大升，咁所以通脹居高不下啦。但係我哋上一集都有介紹啦，現時嘅情況咧就有啲轉變喎，因為美國嘅頁岩油嘅開採技術咧就改變咗世界石油供應嘅格局啊嘛，咁所以美國咧由石油入口國咧一躍而成啊，全球最大嘅石油出口國啊，所以戰爭又可能同1973年唔一樣咯，因為咧就唔一定能夠咧透過戰爭同埋地區衝突咧去長期推升石油價格啊。咁今次究竟會唔會同過去100次嘅通脹形態
有唔同咧？咁樣定抑或話都係沿住舊路繼續前進咧？咁大家咧有興趣咧可以留言咧繼續討論噶。咁啊，至於上一集咧，我哋分析有關通脹嘅三大成因啊，其中咧就包括戰爭導致石油價格，以及咧美國成為最大嘅石油出口國咧。咁大家喺以下嘅連結可以重溫噶。好，今日嘅分享到呢度，拜拜。